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意见与看法，记得帮我们热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是钱立伟，雷倩，倩姐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另外是科技力智库执行长吴立祥老师，是何荣好，观众朋友们您好。还有前大使、资深外交官纪文吉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三位老师啊，谢谢大家在这个端午节连假跟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大事，也祝福观众朋友们端午安康。那这礼拜呢，我们要先从科技的议题来聊起来关心啊，因为科技业最近看到了大举吸引资金。SpaceX 最近他们才刚完成了 IPO， 募集了这个860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这个全球最大的上市案。挂牌之后，这股价一度大涨37%，公司的市值呢一度飙升到2.75兆美元，连这个曾经拿到诺贝尔的克鲁曼都发文警告说 ，SpaceX 是迷因股，要避免比特币的下场。那么这个 Moody's 呢，信评机构穆迪啊，他们是肯定 SpaceX 作为全球顶尖火箭发射还有星链卫星网络营运商的强大优势，所以呢，他们给出了投资级评等啊 Baa1。但是路透多家媒体都报道说 ，SpaceX 呢还要公开发行公司债，这个规模啊预计至少要达到200亿美元。而这笔公司债呢，将会由美国银行、花旗、摩根大通、高盛、Morgan Stanley 来联合承销，最快下个礼拜就会正式启动。无独有偶的，也看到了辉达这个礼拜呢也发行250亿美元的高评级公司债啊，是从2021年以来首次透过债市来募集资金。这次发债规模呢，仍然远超于他们原先定下的200亿美元这个目标。结果呢，当然也吸引了投资人高达850亿美元的认购。先请教倩姐啊 ，SpaceX 在这个 IPO 之后，现在又要发公司债，那看到辉达也发公司债，市场的解读当然说，这个发债的真正意义当然不是说他们很缺钱啊，反映的是 AI 产业资本支出的周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想请教您啊，怎么看他们的发债策略？对，我从最小的往外走啊，就是先从公司、产业到国家来慢慢的把它剖析。首先呢，一个刚刚上市、刚刚 IPO 的公司，它在上市的招股书里面一定会写它所有的风险、它未来的成长、它的发行这一个公开上市的时候所募的这个资金要做什么用途，像这一类的东西呢，会是在它的 prospectus， 就是它招股书上就已经有了。所以大家想一想，说它刚刚发了一个招股书，有效的募得了这一笔庞大的资金，立刻就要重新去发公司债，而且这公司债呢，你现在看到呢，去帮他去做发行承销的是最大的公司，美银、花旗、摩根大通、Morgan Stanley、Goldman Sachs， 就是几乎你可以算得上的有名头的，全部都在里面啊。所以说，第一，它在上市的招股书里面，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马上就需要第二笔资金，通常在过去是不太可能的。就是说，大家会说，我去投资你的人，我的资本利得还没有得到报酬的时候，你怎么又去发新的公司债了？那因此呢，从公司企业的角度，它中间必然有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把它放大一点。对，放大一点就是现在你刚刚讲了，无论是辉达啦，或者是现在刚刚上市的 SpaceX， 他们其实都是在21世纪的一个大格局里面。这个大格局呢，就是大家在比速度，在比谁可以跑得比较快。跑的是未来国家级的基础建设。我们稍微往后倒一点，铁路时代包含高铁，石油时代包含了网际网络时代 ，AI、太空。现在呢，前3个都是美国稳站在全世界的前茅。后面呢 ，AI 时代就是在比算力的时候，你现在看到 NVIDIA 要大量的来募资。太空的战争竞赛，应该说竞赛，对，你看到了 SpaceX 要来大量的募资，所以可以看出来，其实是新时代的基础建设正在做各种各样的竞赛。那这时候它的募资并不是说它今天钱不够了，而是它要怎么样可以不停
它在跑的时候不能够要回头去募资而暂停，它要一直不断的往前跑，维持它的现在的优势或者是未来的领先优势。对，那最大的格局，当然就是美国要在全世界在 AI 和太空科技竞赛这2个新场域上面维持它的绝对领先优势，所以连最大的像这些资本的大公司呢，都会不顾他们过去的常态的行为。过去的常态行为真的是不会在一个公司刚上市就去发债的。对，他们现在把这些东西都放掉了，而市场我认为很快就会做，而且大家会去超额认购，会快快的吃，即便它一时之间呢不会有获利。所以这个债其实是在一个没有获利的公司，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即便没有获利呢，市场还是会超额认购，就是因为你有很多 market maker 这些大的公司一起在推。不是你刚刚讲说这是非常态啊，克鲁曼的警告怎么看？因为还是有人逆风，说大家要小心啊。那是一个正常的人的想法嘛，你要小心。可是现在是在一个非常态，就是美国在跟中国大陆抢领先优势的这个时候，在主要是要深挖洞广积粮。在积那个粮草，积资本，在资本跟粮草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才能够维持这些看起来目前其实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并不一定都具有很大竞争优势的这些公司，会能够不会有断粮的问题，然后它可以继续往前跑。所以这完全是国家级的大竞赛，而这个国家级的竞赛，美国是由资本堆进去的。是。那中国大陆我有机会讲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国家的体制，用各种的方式在做一些平台跟生态圈的建制，2个路径完全不同，一个是纯资本的路径。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因为从资金的流动上面来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全球央行周啊，最近看出一个大趋势，就是全球正在面临这个升息的压力啊。可是刚刚提到了，不管是SpaceX 或者是接下来的 OpenAI、Anthropic， 他们都要 IPO，所以SpaceX、Anthropic 还有包括这个 OpenAI 啊，大家就说他们是 Mega 3啊，M3。这个 M3吸金潮之下，怎么看未来整个资金市场跟整体的经济市场的一个联动性呢？我借用一个大陆的词啊，叫做新质生产力。就是说，其实大家在比的是未来的世界谁有领先优势。就有蒸汽机的时候，土部打不过洋部。你有石油的霸权的时候，亚洲会成为美国的全球石油美元的一个战场。等等等等，现在呢，就是在新的战场、新的赛道在比赛。对，所以说这个 M3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各个不同的产业，它其实是在国家层级的基础建设。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的话，现在看起来的，无论是说叫大家要小心啊、谨慎啊这些警惕之语呢，在国家层级、国家战略基础建设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都是可以忍受的风险。也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往回推的话，像以前的交通啦、电力啊，一开始布建的时候都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好，那刚刚提到说也要发行公司债，所以已经发了这个的辉达，是 AI 生态系当中的核心供应商啊。他们不仅是提供关键的晶片啊，当然现在也在看到积极的投资 AI 产业的发展。Los Angeles Times 他们就报道说，辉达已经投资50亿美元注入在 Intel， 那也注入100亿美元啊在 Anthropic， 对 OpenAI 的募资案也贡献了300亿美元。黄仁勋呢在Computex 2026，他有一场 keynote 演讲，上面他点名了54档企业哦，盛赞台湾呢是拥有全球最完整的 AI 供应链的生态系。所以如果我们拉回到看辉达对于这个生态系伙伴的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目前刚刚提到的支持 Intel、Anthropic 还有 OpenAI 的募资案都史上例，这背后的企业战略逻辑要怎么看？吴老师？我觉得刚刚倩姐用了一个层级的分析方法，就是看到国家、产业、个别的企业啊，我觉得这个分层次来看非常好。所以我们来看黄仁勋呢，他当然希望所有的别人的客户都要依赖他，甚至那些国家都要依赖他。倩姐刚刚提到，好像也是黄仁勋讲的那个蛋糕，5层蛋糕论没有错啊。那我们看到很多国家，从国家角度，大家都希望去风险，不要依赖对方，因为从国际关系来讲，依赖别的国家就是一种控制关系，会被别的国家控制，依赖谁被谁控制。企业其实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层次来看呢，黄仁就希望在他这个企业的层次，他的所有的客户都要依赖他，非买他的产品不可。
那所以说，那你刚刚讲说他投资了 Intel 50亿哦，对，还有 Anthropic 跟 OpenAI 100亿、300亿，这两个分开来讲，因为 Intel 跟它其实是竞争对手，都是硬体的制造商，所以有人就讲说他投资 Intel 呢，是为了不要让 AMD 独大啊，所以他有培养2个这个竞争对手等，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我觉得刚刚倩姐为什么会比格鲁曼，我看起来你还比他高明一点，因为格鲁曼太理性，他是经济学者，都以理性为出发点，对，他们想的就是经济的层级。那倩姐刚刚拉到一个国家层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完全从理性的角度，国家安全就不是完全从这个获利与否，他想的更远的战略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认为这是我个人认为的，也许没有办法依据，就是我认为黄仁勋还要投资 Intel 也是可能就是川普跟他讲，这是我们的嫡长子啊，我们都是美国人啊，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这个，不能让 Intel 垮台啊，所以大家都要去赞助 Intel。Intel 从20块上下的时候，我就跟我的一些朋友讲说，它绝对不会垮，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去买，这最近只要20块钱，现在都涨了5倍了吧，100块了吧，对不对？所以它不会让 Intel 垮台。所以呢，我认为黄仁勋是帮助川普帮助美国政府来做这个事，但是对 Anthropic 和 OpenAI 那是另外一个逻辑，就是巩固自己的客户。我让你们有钱，让你们继续经营，那你们还要来跟我买硬体。对，所以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就是他去自己的风险，去风险化，他也让他的周边客户都依赖他。然后他在你刚刚用了一个重要词叫生态系。在生态系里面，它就会扮演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等下我们如果聊到，可以再深入讲了。对，因为生态系跟供应量不一样，也会提到说，您刚刚讲美国在全力扶植 Intel 哈。是。那讲到回答，因为他把台湾视为重要的这个合作伙伴。可是呢，川普他这个礼拜又点名台湾，因为他批评台湾跟其他国家偷取了美国的晶片工厂，又用 steal 这个词哈。那也表示说呢，苹果现在已经同意跟 Intel 合作，在美国设计跟生产晶片。那《华尔街日报》呢，先前就已经报道过 Intel 呢将会被为这个苹果代工部分晶片，而现在呢进一步从川普的口中证实了这个消息。Intel 的股价礼拜4也因此出现大涨但是也看到半导体分析师陆行之他就指出 ，Intel 盘前涨了有9%多，好像又要创下新高。那最近呢拿下了 Terafab 技术供应的订单，包括像是 Google 这个 EMIB 的订单现在又加上了苹果18A 晶片的订单看起来好像不错。但接下来的关键是 Intel 的执行力跟实际产能究竟如何。所以刚刚我们特别提到说，政策上来看美国就是要全力扶植 Intel， 但是 Intel 也要被扶植的起来才行啊，他有这个实力吗？我们怎么看呢？谢大师。对，因为这个消息传出来，当然就变成就是说，三星跟我们台积电等于说是一个警讯啊。因为过去这个尤其苹果的这个晶片不是三星，主要是我们台积电。对。那现在又重新又跑了 Intel 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的产业专家陆行之就讲，他说关键。这个成不成功，关键在执行。怎么解释这个执行呢？我认为执行就是2个，第一个就是说，他替苹果生产晶片，它的良率如何？对，这是 Intel 的一个过去失败的原因。那另外一个 Intel 过去失败的原因就是说，它交货能不能准时？因为过去苹果也希望也跟 Intel 很多大的这些终端设备的厂商都跟 Intel 合作过。对 ，Intel 常常不能准时交货，所以这是 Intel 的问题。所以现在 Intel 事实上的话，还有一些问题也是很多人说的，就变成就是说，你现在美国政府持股比如说10%的话，那会不会就变成你是一个就是说，你是一个政府补助的一个企业，那变成你在做国际竞争的时候你的国际对手会不会请他的国家出来干涉，对这个所谓这种补贴调查或者不公平竞争的调查，那导致你 Intel 将来相关应用Intel 产品的相关终端的这种产品对，受到贸易上的限制，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事实上的话 ，Intel 这个公司76%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市场。中国大陆就占它海外收入的20%，总体收入29%。那美国常说，美国人最喜欢说，你这个是政府补贴，你接受了政府补贴。那你现在 Intel 摆明了政府的这个是这个受到美国政府补贴的这一个公司。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你知道苹果跟 Intel 下单是谁在宣布的？是川普宣布的。所以你政府怎么会去管这些私心计呢？然后你让它股价一天就涨到9%到10%，然后呢，现在还有几个公司要跟他合作啊，很奇怪啊。那个 Tesla， 它汽车也要跟他合作。Tesla 为什么会去买这个 Intel 的这个请 Intel 替他代工哈？然后还有呢，人家市场在预期还有2个公司将来也会向 Intel 下单，那就是 NVIDIA，还有一个SpaceX。那当然这些公司要跟 Intel 下单，你就要承担一个风险，对，它良率能不能做得出来，它的是不是能像我们台积电这样准时交货？不，这是苹果，他也说，他说现在由于AI 伺服器的需求量大增，所以呢，它有几款这个芯片原来都是给台积电来出，可是因为台积电现在的需要量太大了，产能被排挤，所以不得不跟这个Intel 下单。不论如何，其实美国政府对 Intel 这个做法其实就国际上一个怎么样扶植国家冠军产业的一个概念。大使点到一个重点良率跟这个交货时间是不是能够准时？其实之前三星也曾经抢过台积电的单，但后来因为良率不够嘛，所以就后来就又交回给台积电来代工吴老师，我请教Intel 决战，我们刚刚说它的实力关键因为就回到可能跟制程有关吗？它的封装技术就是先进封装，会不会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要把那个技术跟真正的生产制造拆开来看的话，其实半导体技术，美国仍然是指世界之牛二。全世界最早发展出在 lab 里面的那个晶片，5奈米是 IBM，3奈米也是 IBM，2奈米也是 IBM。那 Intel 的技术什么背后供电等等都不在话下，所以 Intel 最大的问题就是刚刚接大师在强调它的良率能不能准时交货。是。那进入了这个所谓的量产之后，它良率怎么样？但是呢，最近因为我们不是有个罗维人跑到美国去嘛？罗维人对我从业界最近听到的消息，刚刚我们在广告时间我也稍微提了一下，他因为带了20几箱的资料去，我从业界听到的消息说那些对 Intel 是不无小补。讲得很客气，不无小补，但是你要注意了。真正业界的人，如果真正碰到一些关键的讯息，在哪些这个制程上面，也许哪个地方稍微微调一下就正好了。对，就像我们的妈妈们做菜，她就有个秘诀我做了几10年，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就火小一点，那时候我盐多加一点，味道就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 Intel 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它能够在良率上会更进步，说不一定，所以说不定真的会进步一点的。了解。好，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要关心的是中方也看到科技业在大举的募资，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接下来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大陆的科技业最近也在紧锣密鼓的募资当中《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中募集了超过67亿美元，折合新台币大概是2300多亿。支持人工智慧开发，而目前呢，公司的估值超过500亿美元，是中国大陆估值最高的 AI 新创公司。Morgan Stanley 亚洲首席执行长兼股票部的全球联席主管叫高浩峰，他认为呢，除了美国以外中国大陆是唯一拥有独立而且全面 AI 生态系的市场。整个 AI 生态系统呢，那么有潜力创造3兆到4兆美元的增量市值，而目前全球的 AI 年度投资已经增加到大约1兆到1兆5美元左右。纽约时报的报道则指出呢，美国的关税还有技术限制，把北京隔绝在大部分的人工智慧热潮领域之外。比如说像 AI 资料中心，那包括了支撑运算核心的 GPU 跟 CPU， 主要供应商呢，现在看到有辉达、AMD、台积电等等。记忆体方面、储存方面呢，像是 HBM 高频宽的记忆体，还有呢高阶固态硬体，就是 SSD 的主要供应商，现在是像 SK 海力士，还有我们所知道的三星跟美光等等。所以中美两强的 AI 实力，未来将会成为决定关键的竞争国力。拉回到 DeepSeek 的首轮
这个融资啊，是看准说中国大陆刚刚提到 AI 生态系会逐渐扩大，在预做准备呢，还是说中方已经很清楚知道算力的交易终究会打破美国的限制，那么让中国大陆的 AI 最后还是会进到全球的 AI 体系当中，挡不了的，是这样子吗？谢姐。我还是回到我原来最初的看法，就是现在已经是在国家级的基础建设的竞争了。是，所以在这个基本的看法之下呢，你可以看到第一阶段中美的 AI 啊，其实是在比的是 GPU 啊，是算力啊，是大模型。可是现在如果进入到第二阶段的话，除了前面3个在比拼的东西，你还有生态、开发者，还有呢这个应用场景，这3个都是中国大陆比较大的强项。简单举个例子，譬如说，大家到目前没有特别注意它的百度的 Paddle 就是飞桨，它是去赋能千行百业，可以帮每个行业在应用场景上面非常容易的走进 AI 的一个中层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说，我们用以前通讯的7层里面，大概只有第3、第4层这样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除了第1层在比，第2层就是新阶段呢也在比，而市场跟市场的接受度、扩容量呢，会是中间很重要一个因素。所以你仔细去看的话，两边其实融资的方式不太一样。西方我们刚才看到了，你现在看到 DeepSeek 它的融资在西方看起来实在是太小了。如果从香港的角度来看，简直是 Mickey Mouse， 怎么可能啊 ？DeepSeek 融资这么一点点。但是呢，西方目前在 AI 的融资的渠道，基本上就是华尔街或者是民营的科技巨头，像是你有 SpaceX， 它有庞大的吸金能力，就用它来吸金了以后，它再去投资它中下游或其他协力厂商，是以资本为核心的一个运作。可是中国大陆从15.5以后啊，你就看到15.5在讲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它同样配套的放了非常多跟科技的融资，除了政府的银行的，还有地方的发展基金的。所以你在各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国家资本跟市场资本呢，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融合。同时呢，它的主导力量，第一个是国家是战略的力量，可是市场呢是去决定哪些单项的企业或者什么样的龙头可以去加码。所以有一个大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举国体制是在做大的规划。然后各市场在做单项加码的这个国家跟市场资本的混合，在美国现在还是看不到的，因为美国就算是国家去投资了 Intel， 那个金额是非常的小，跟 Intel 所需要的资金非常的小，它主要还是用美国的政府的介入，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稀土。美国的国防部也介入了，他们用政府的介入呢，就代表一种背书，使得市场可以更快速的去做大量的融资。但是基本的工具还是市场，是华尔街，是金融，是它的民营科技巨头，让这些巨头呢成为一个大的吸金。那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过一段日子你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差别会是一边它会有比较庞大的生态系，因为它做的是一个平台。让各个地方的人，不论你今天是在深圳，因为深圳的资金特别多，或者是你今天在杭州，你在别的地方，你都有可能有地方的资金，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普惠性的发展。再加上 AI， 中国大陆从头就是开源的，今天 Anthropic 也要开始开源了，因为开源变成一个趋势。今天你不开源的话，你就不会有更多的开发商，你不会有更多的应用，那你最后在比那个最终的终端市场的时候就会输。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美两国在不同的发展路径。运用不同的融资管道，同时呢，让国家有不同的角色的2个 AI 发展策略。所以单纯来看，其实只是管道不同。我刚刚看到吴老师在听倩姐分析的时候，也是频频点头啊，因为我看到您也实际到中国大陆走了一趟。因为倩姐讲那个资金啊，因为3周前我刚参加一个浙江跟台湾的对接活动，那我已经20几年没有参加这种工商企业活动，居然还有这么多，我也很高兴啊。但是因为20几年没有参加嘛，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20几年前台商去的时候，那大陆希望吸引台资，我们这个筑巢引凤，这个凤就是钱，你们台湾要投资钱。这次我去，我感觉他们不要钱，到时候会讲说我们这里有，而就像刚刚倩姐讲，有中央的、有地方的、有企业，各种不同的基金，一下就摆出来，从都没有再说要钱，就是我们要给你钱，希望你们他们需要的什么是要人才，希望台湾人才到那边去用这样子良好的环境创业。就我刚刚频频点头是这个。了解，吴老师，我再请教您哈，因为另外一个报道是路透他们说呢，像是字节跳动哈，现在也正在
因为提到中国大陆呢，他们提到说正在跟天数智新啊洽谈采购用来作为 AI 推理的晶片。那天数智新他们的总部是在上海，现在看到很可能会成为继华为跟寒武纪之后，字节跳动的第3家国产 GPU 的业者。那预计呢，今年将会供应字节跳动至少5万颗晶片。而有彭博的专栏作家就点出了一个问题认为 Anthropic 因应美国政府的要求，限制部分外籍人士还有特定地区使用他们最先进的模型，像 Mythos 跟 Fable。结果呢，就看到大陆这边智谱 AI 立刻推出新的模型，而且呢是采开源的模式。所以我的问题是，中方使用开源模式，这个 AI 似乎是占有优势的那么怎么看它的 pros and cons？ 这个优势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一个概念叫生态。因为我们在讲 AI 的时候，马上就知道中国很强，美国很强，就2大。可是全世界还有100、200个国家，人家怎么办？华人区也讲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 data， 你要有自己的主权。对 AI 讲得非常吸引力。那政治家都会想说，对，我们应该有自己的。那这个时候他自己去发展，像美国、中国这么强大，不可能。刚刚倩姐讲了好多个因素在里面，对不对？演算法、AI Factory 等等的，你要那么多，你做不到嘛。所以你只能融入到那个生态里去，汲取那个生态的养分。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要加入的是中国的生态系，还是美国的生态系？未来生态系一定会分得非常清楚。现在看起来，未来我不敢讲，但现在看起来的确慢慢出现两个生态系。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你刚刚讲的开源闭源谁占便宜？当然开源占便宜嘛，因为别的国家想要加入的时候，我要自己发展，我现在要用那么贵的，没有钱的话，经费不足的话，花很多钱都已经去买黄仁勋的 GPU 了，剩下钱不多了，就要用那个用那个免费的开源的，我就可以建立自己国家所谓的 AI 主权，自己的国家所能够应用的这个模型。所以呢，开源就占这个优势。所以现在看起来呢，中国用这个方式就呼应到你刚刚讲，的确比较占优势。对，吴老师的这个观点跟我刚刚提到彭博这个专栏作家的观点类似他也觉得说，中国大陆最好的模型跟矽谷最好的模型之间虽然还是有差距，但根本不需要世界第一的模型因为企业真正想要的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够用、便宜又稳定，而且不会被封锁。这个也很重要，这个也不会被封锁嘛。那科技决定国力，所以全球的主要科技跟企业现在包括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NVIDIA、Microsoft、Apple、Broadcom， 还有 TSMC 就是台积电这些相关的世界资讯科技指数，最近看到因为科技的关系，所以呢持续的大幅上涨。那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大陆这边腾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还有小米相关的恒生科技指数，最近则是出现负报酬，形成一个落差。可是大家也说，中国大陆其实他们的科技产业是有后发优势的。这个后发优势指的是什么呢？驾驶。我想就是说，它的技术上跟进，然后它的资本上也慢慢的跟进。那这个所以就变成事实上这个恒生指数事实上跟这个世界这个比如说 MSCI 的世纪科技指数它这个脱钩，其实有人讲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它是从一个所谓跟随者向定价者转型的一个战略重构。那它基本上除了发展自己本身自己一个这个相关的生态系之外另外呢，它也是抵御外部波动的一个防火墙。因为美国现在，比如说美国现在这个所谓的这种非常热度非常高的 AI 这个产业相关产业还有很多人是持怀疑的态度。所以中国大陆把自己的这个 AI 产业把它分离出来事实上是一种防御外部波动的一个防火墙。那当然就是说短期可能导致其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孤岛。不过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博弈。那这个它的优点呢，综合来说的话，它基本上它就是说可以隔离美股现在这一种高度这种怎么讲呢？高压的一种不确定性。大家比如说你今天这个 IPO 这个马斯克，你看美国的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它的风险也相当高。那第二个就是说，也可以给投资者一个分散投资组合的一个避险的一个机会。国际的投资人他不见得他要把所有钱放到美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股票组合里面，分散风险。他有一个中国的一个选择的话，事实上是一个避险的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工具。
而且现在不只是中国的资本，那最主要的还有很多中东的资本，还有很多这些其他地区的大量投资的资本它除了美国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一个恒生指数它的锚定的它的整个锚定的这个场所是什么？是中国的经济的基本面。所以很多人看不只是这个指数，还看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那对于投资人来讲，不管短期、中期或长期的这个投资的时候，它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是。那这个当然更直接的，它可以国际上很多避险基金，它直接这个新的这个恒生指数就可以吸引避险基金直接去投资。当然就是说，对于这个弊端的话也很多。那它等于说可能会延缓它这个一个怎么样整体的这个产业的国际化的一个机会。那国际融资的机会它就少了一点。另外就是说，这个现在整个国际世界这个AI 整个上升的这个浪潮的来讲的话，当然的最大的潮流还是在美国。那你现在把你给它分割出来，你也错失一次好的机会。对。不过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政府所主导的一个长期的战略，也就是中国政府现在大陆政府对自己本身的资金它是有信心的另外也认为必须要给一些对美国市场或美元不信任的这一些财富另外一个选择。那另外一方面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跟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还有美国的这个相关产业做一个区隔。对，不要跟美国永远混在一起。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较量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中国大陆发展自己的一个资本市场，然后靠自己的资金，还有其他不愿意投入美国的资金来一起发展中国这个 AI 产业，这已经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了。对，大使刚刚讲了一个重点虽然看起来短期是一个脱钩，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规划，这个 AI 的战略不是一条短的路但是古人有说路遥知马力，就看谁在最后能够掌握优势。我们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大家回来。这个礼拜我们都知道 G7 峰会在法国召开那么会后也发表了联合声明。7国领袖呢，除了在乌克兰议题上面达成共识，说要加强对基辅的军事支持，也要扩大制裁俄罗斯。另外 G7 各国也同意2030年以前呢，不应该从单一国家进口60%以上的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G7 的领导人也承诺在年底前要制定具体目标，摆明就是针对中国大陆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呢，彭博也立刻指出说很多重要的矿物从开采到精炼，不仅技术的门槛高，环境成本也相当沉重。更关键的困难点在于呢，中国大陆在加工能力上还有产业的 know how 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复制的。所以呢，彭博就认为，如果要真正摆脱中国大陆在采矿、精炼、加工跟磁材制造上的深层优势，仍然需要多年的时间跟庞大资本的投入。另外一头也看到，美国国防部旗下的战略资本办公室呢，最近他们跟能源燃料公司 Energy Fuels 签署了一项金额是7.25亿美元的有条件贷款承诺协议，目的呢就是要扩大美国本土的稀土加工能力，希望降低对中方稀土供应链的依赖。好 ，G7 这次看到像是大拜拜的这个又开了一次会，表明决心，说接下来还要联手。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针对中国大陆针对北京要累积他们的谈判筹码。但是彭博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也说了个大实话，点出了难处，就是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怎么看 G7 的稀土新战略，尤其是那60%的红线目标达得到吗？
倩姐。它这个60%，当然你要看是什么稀土啊，就是重稀土是应该不可能达到，但是有一些目前譬如说在马来西亚啦或其他地方也可以提炼的，它或许有可能达到近似，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啦，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呢在开采部分是全球70%，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分离加工是90%，在永磁的原料部分呢，也是90%。是，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从美国开始想要绕过这一条链啊，其实都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美国最初做的就是，我想那个巫老师一定很熟，在 Mountain Pass 这个地方，这个已经废弃的矿场呢，那美国现在由国防部啊，也带领了各种各样的公司一起去入股以后呢，要在南部去建立它的永磁工厂。那现在它正在积极的处理，那是国家介入。那么另外呢，它也在外国，主要是在澳洲有一小部分在其他的国家用澳洲的矿产在别的地方建立分离厂，譬如说到马来西亚建分离厂。那现在呢，可能我最近看到它的那个 Energy Fuel 那个公司要去收购澳洲的那个战略矿产公司啊 ASM， 然后他们是要到韩国去建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想要去挪开这个稀土供应链的做法，多半在美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呢，它在国内试图的是在国内建立一个至少在后端做那个永磁的能量。那它前端只要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供给的话，它后端那个现在中国大陆占90%的永磁的部分呢，它可以增加一部分它的战略安全。是。可是其他的国家，你还是得要向一个国家买啊。你要到哪一个国家去买呢？目前就算是澳洲跟马来西亚的合作，或者是将来美国收购了澳洲去跟韩国的合作里面，都还没有我们现在讲的是那种比较重的稀土啊，重稀土的部分目前还没有看到。那么其他的部分呢，可以在3年5年之内可以有一定的供应。所以这个60%应该就是说人类要去登月一样的一个目标，就是其他的国家希望我们能够登月。当然有人会说那登月2030就要去了，中国到了2027就要去了。可是你要记得，人类刚开头说要去登月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讲的是嫦娥跟吴刚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未来的稀土从一个90%永磁材料，90%以上的分离加工，90%以上的重稀土的供应都集中在中国的情况之下呢，要达到其他地方60%是一个非常大的挪动，事实上也非常困难。是啊，稀土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还是至少短期内是没有办法你超越它现在所拥有的这个优势哈。而且我想补一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稀土它在分离的时候其实是个高污染的产业，可是中国大陆在科技上面也把稀土的分离提炼的那个污染程度呢也大大的降低。所以其他的国家如果既要维持他们的战略需求，又要维持它的环境标准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层的困难了。对啊，这个重点真的是因为欧洲向来就是以 G7 为主的欧盟、欧洲这些向来重视是环保啊，那你没有办法去承受那个环境成本，你需要有高级的环境能力，就靠技术，对，看你有没有办法能够有这种技术达到。那么除了稀土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矿产。我们先前曾经分析了就是中方禁止钨矿出口之后对于其他国家产业造成的冲击。那现在有一个最新发展，另外一种新的矿产就是叫钼一个金字旁在一个眼目的目，它是一种重要的战略金属，它少量增加到钢或者是特殊合金当中呢，可以提高材料的耐高温、耐腐蚀、散热快速这些相关特性，所以呢，也因此成为半导体跟精密零件抛光制造过程当中的关键材料，并且呢，广泛应用在航太、国防、核能、石油化工这些相关的高温高压产业。而这个时候看到《韩国时报》有报道说，全球最大韩国这个一家唯一的阿尔蒙蒂韩国钨业公司宣布在江原道的桑东矿区发现了被称为是黑金的钼矿，预计这个储存量呢可以稳定开采超过60年。而目前南韩有超过80%的钨跟90%的钼都是高度仰赖中国大陆的供应。台湾这个稀有贵金属回收冶炼大厂他们的总经理吴永忠也认为说，钨跟钼这两种金属的特性是完全不同，不可能替代的啦。所以呢，他是持续看好钨的应用前景。不过我们提到了这个钼
这边有张图表特别做出来给大家看哈，它的基本资源，因为它熔点也非常的高，2623度摄氏度。主要刚刚提到了应用在钢铁、国防、能源、半导体跟电子产业。为什么说它是重要的战略金属？因为它可以运用在军事方面、能源方面、科技方面跟基础建设方面。好，重点还有一个全球的钼产量的分布，中国大陆是第一，而且比智利呢要多出1倍。这个储量部分的分析啊，目前中国大陆也是排在第一啊，美国第2，第3是秘鲁，第4智利，最后是俄罗斯。所以现在说发现巨大矿藏的南韩其实还排不到前5名。我想请教大使的是，南韩这样的放话，像稀土市场这个好像是预先抛出的一个利多，它背后图的是什么？我想稳定军心吧。对，因为钨跟钼好像可以那个鱼目混珠一下。因为这个现在三星跟海力士，他们在这个制造晶片，不管是逻辑晶片还是记忆晶片的时候，它制程中要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光刻胶一个涂膜叫这个6氟化钨。现在这是很热门一个名词，6氟化钨没有6氟化钼。只有6氟化钨，钨还是重要的，钨还是重要的。所以这个钨，他们80%是靠日本2家厂供应的。这2家厂，一个叫关东电化工业，一个叫中央烧子这个2个公司，他们提供了这个韩国这2家厂的80%的6氟化钨的这项产品。那这2家日本公司已经正式告诉他的客户，7月1号以后永远停产，因为没有钨了，没有钨，因为钨是中国大陆对日本进行稀土禁运的一个重要项目。是，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大恐慌，美国也出面跟中国大陆喊话说，你这个还要网开一面啊。对，那美国说，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从全球产业链的供应面方面来顺畅来出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都有整个芯片的供应会出现大的一个波动，那投入一个极大的一个变数，那这个对大家都不利。不过中国大陆是断然拒绝，中国大陆说，外交部发言人讲得很清楚，我们对日本进行这一些关键稀土的禁运就是要怎么样？要断绝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再起，以及日本永和的企图，基本上讲得很清楚，所以看起来是不会恢复了。那钨，不管是钨还是钼，我们还是归到6氟化钨好了这个钨事实上，中国大陆整个它的储量是全球的53%，可是目前它的产量也是全球的78.8%。而且它的成本低于国际的成本，整个生产成本低30%到50%，所以呢，基本上中国大陆在这个钨的供应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而且这个钨的整个里面比较精炼的所以精炼钨粉，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高端使用的一个叫什么叫重钨酸铵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是中国大陆的市场的占有率超过90%，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变成这个中国大陆在钨的供应上是不可取代，那即使其他国家要跟进的话，那么从开采到一般外面说最乐观的讲法，从探勘开采到这个精炼生产，最快要3到5年，所以这个目前3到5年之间，国际的这个需求的这个买家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对，所以呢，真的是被卡到脖子了。所以日本急了这次在 G7 也看到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会中就表示说他非常的担忧。来，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他的说法是说他非常的忧虑中国对日本所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对7大工业国集团跟理念相近的国家的供应链造成影响。日本没有了钨，非常的紧张。没关系，我们这里有钨，因为我们有钨老师。钨老师，我想请教，短期之内，如果中方持续的就是管制钨的出口，对于日本半导体，因为现在他们非常的积极想要把他们的半导体振兴可是如果没有钨了以后，后续的这个冲击评估。
这个一定是有冲击的。那要想就用各种办法来补救，也一定会有办法。可是呢，这个都是时间跟程度的问题。那半导体呢，是一个从这个用材料这个角度来，用钨这个材料来讲，是一个成熟的部分，所以它已经用得很成熟。虽然这个钼跟钨在这个原子这个化学元素表上面是同一个6B 组嘛，我在想我们高中背那个化学元素表，对，它是同一个组6B 组，所以它的确有相同的化学特性。可是之前人家没有用钼，是用钨，就表示它有很多特性更适合用。那当你用的这么习惯的时候，你要换成另外一种元素，就算它本来是相近的同一组，那你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你刚刚讲说有没有冲击，当然有，它花多少时间换到超支或者是弯道超支，再补足这个部分都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蛮赞成刚刚谢老师讲的，韩国政府当然先出来喊话一下，因为稳定军心嘛。可是你在实务上，产业界真的要能够用一个新的取代产品，让所有的供应链大家都要来配合，来补足半导体这个部分在使用上的短板是很困难的。虽然它要的量并不是非常非常大，要的量是很小的，可是呢，如果就完全没有，那你要做真正高端的，日本现在是希望能够做高端的半导体啊，它的北海道那个 Rapidus， 它一开始设定目标就是2奈米啊，所以它要做很高端的产品，这仍然会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能会被卡脖子的弱点了。就是短期之内至少看不出来有任何的替代性。短期没有，绝对没有那么容易的，绝对短期绝对没有。我讲的短期是1-2年，甚至2-3年之内都不太容易被短期是1-2年都取代的。对对对，你要做一个那个新的产品，你要花多少时间去测试，让它能够达到我们刚才在讲到良率、稳定和大量生产，这个都很不容易的。所以总结一个结论，刚才3位老师都讲到了哈，这个南韩这次特别说这个钼可以取代钨，但是我们知道是不太可能。您刚才提到也是时间的问题，也没那么容易哈。但是就是那句话，喊出来，稳定军心就好。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这一段我们要来关心的是中东的局势啊。那么特别是在这个礼拜，我们看到了美国跟伊朗呢，为了要结束军事冲突啊，18号双方签署了伊斯兰堡的这个谅解备忘录 MOU。那原本是19号这一天要在瑞士日内瓦要重启谈判啊，结果临时喊卡。那外界分析呢，这个原因可能是出现在这个最近这几天，以色列不愿意停止攻击黎巴嫩，因为19号凌晨呢，以色列的军队呢又狂轰黎巴嫩南部多处城镇。当然呢，这个声援伊朗的黎巴嫩真主党呢，也在黎南山区炸死了以军大概有4个人左右。同一天，路透也报道说，真主党与以色列已经同意停火。美国跟卡达的谈判代表在伊朗的协助下促成了这项协议。好，这张图表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哇，真多14项协议条文的重点。但是呢，其实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全面停火，相互不干涉。可是呢，这也是一个重点，是60天内接下来60天内会完成最终协议谈判。签完了之后的60天，可能就是有很多的变数。那当然，美国会解除海上封锁，荷姆斯海峡要恢复通行另外是建立合作机制等等。好，还有就是核武的问题，这个也要接下来继续谈的。浓缩铀怎么样来处理？美国这个石油的制裁权豁免，还有解除这个伊朗海外资产的冻结，14项，可是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呢，原则上主要的目的就是先停战。可是现在看起来，这14项协议是一个极为脆弱的协议观察重点就是刚刚提到的，签完之后的60天，你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出现？对照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先前的说法，他曾经说，以色列军队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呢，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南的安全区的这个军事存在。所以大使现在听起来，是不是以色列变成了这个美伊最后往下走协议要确认的最大变数？对，这个只要以色列对这个黎南用兵，或者对贝鲁特进行轰炸的话，伊朗就会拿这个来当理由，就会对美国施压，那要美国来控制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最不爽的就变成美伊谈判，
以色列没有在餐桌上，反而跑到菜单上去了。你看以色列、伊朗跟美国停火，怎么会停到这个黎巴嫩去啊？对，所以对以色列来讲，这是奇耻大辱，此仇必报。然后呢，也不可能退出黎南。那不过这个里面有一些细微的一些有一些关键，就是说以色列如果不对贝鲁特进行无差别轰炸的话，那伊朗的反应会比较小一点。那因为现在这个那当时这个伊朗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时候，是因为以色列对于贝鲁特南郊的这个所谓的真主党领导人居住的地区进行这个猛烈的轰炸，是要把这些真主党的领导阶层一举全部端掉的时候，伊朗就出手了。那现在事实上的话，以色列在这个陆军地面上的进攻并没有停，因为过去有一个就是说这叫缓冲区，过去的缓冲区事实上从伊朗跟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的边界线向北推20公里，正好推掉一条河，这条河叫利塔尼河，所以利塔尼河一直是那一个以色列缓冲区的北方边界没有变过。可是最近我看了一些报道说，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深入30公里，所以呢，这个是冲突的根源。可是因为是陆军的话，所以它造成的伤亡是有限。它的这个也不是国际大城市贝鲁特所以国际上的这个观瞻的影响并不大。可是在这个地方，我认为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在这个地方战斗，而且在不断的在扩大它的它的所谓的这个缓冲区的这个以军的控制的这个地盘的大小继续扩大，而且以色列前一阵子又通过一个国内的法律，他已经同意在西奈半岛在未来一段时间移入10万名以色列的移居者，也就是把这个以色列人就直接送到西奈半岛去了，那么进行屯垦那现在这个黎南的部分的话，以色列是一样，军队走了以后，军队控制了前线，后面人就进去了，然后把这些其他的原住民原始住民把它限时离开。那这离开方式也跟在加沙走廊很简单，就那样散传单，对，说我的军队有军事行动就在这一块明天下午3点钟要来了，你们赶快走。你们赶快走吧。就看这些当地的这个世居于此的这些人，就赶快这个收拾细软再逃了就回不来了。所以这个是目前的情况。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要看这个伊朗能够忍受到什么一个空间。因为伊朗的关键点在什么？伊朗的关键点在真主党，真主党是不能被消灭的。对，那你去占一点这个黎南的地盘可能还没有真正碰到以色列的这个核心利益，伊朗的核心利益。所以我觉得到底会不会以色列会不会怎么讲呢？或真的又触起伊朗再继续要发这个飞弹去攻击以色列，我觉得还值得观察的。要伊朗不打的话，美国就还可以多混一些日子。就这样听起来，其实以色列只要不受控的话，其实就会可能变成，即便是签了。未来60天还是一个非常大，会影响到整盘局的一个变数。《纽约时报》专访了美国的副总统范斯那范斯就点名批评以色列极右翼的财政部长跟国安部长2个人，而且直接就质问那些强烈反对美伊和平协议、坚持持续战事的这些以色列强硬派。范斯的问题是说你们具体的方案到底是什么？你们是一个人口只有900万的国家，不能够靠杀戮解决每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那范斯也强调呢，川普是这个时候世界上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领袖。他还说呢，如果他自己就是以色列的国会议员或者说国会阁员政府阁员，他恐怕不会攻击以色列如今唯一的强大盟友。其实范斯跳出来讲话，应该也是代表川普在表达这个对以色列的态度可是问题就在于纳坦雅胡跟他身边这个我们刚刚讲说主战派，他们现在怎么想怎么做所以切姐觉得美国有办法让美伊协议真正的落实生效，甚至是执行吗？
您觉得乐观吗？我觉得从2月28号那一天的时候看的话，美国跟以色列似乎有共同的战略目标。但是从6月18号的这个角度看，或是从6月15号那细节出来的角度看呢，美国跟以色列的战略目标呢是已经开始有逐渐的分歧了。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现在比较重要的战略目标应该是要脱离战场，然后迅速的重建海峡秩序，而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仍旧是区域性的，就是彻底解决他认为对他的安全风险。是在1996年那个 Clean Break 计划里面，也因此呢，就刚刚讲的像是哈斯巴拉真主党，或者是南边的这个其他的像跟他有关、跟伊朗有关的叫抵抗之湖的任何一个地方呢，对于以色列来讲都是解除它的安全威胁。所以一边已经回到了全球战场上，或是全球大范围上面美国的主导权；另外一边呢，以色列还是留在一个区域性的国家安全的这个角度。所以如果我们把跟过去的一些4大协议来做比较，我就简单的拿伊朗核协议，在俄乌的时候的第1阶段的明斯克协议第1、第2，或者是这个战争，就是俄乌战争后来开始的时候，在3月就开始有的这个伊斯坦堡协议呢，就是在2022年和这一次的2026年这个伊斯兰马巴德的协议，你去看，它最后都不是在刚刚讲的14点中间的技术程序或者是文本。它最后最大的困境，看它的分歧，都是在于说你最后的战略目标能不能够收束到非常接近，大家对于最后终局的想象是不是一样？所以今天显然看起来，以色列在纳坦雅胡的主导之下，他所希望的终局还是他原先设定的那个终局，就是完全的去解决他所谓的生存威胁，要毕其功于一役。完整的，好不容易让美国跟他一起用雷霆之势啊，叫史诗性的愤怒去击打了伊朗之后呢，他没有离开，他希望能够让那个以色列完全没有风险。对，所以因此他对于抵抗之湖的每一边啊，南部的和北部的，或者是任何我们刚刚讲，无论是那个西奈半岛啦，或者戈兰高地啊、加萨走廊啊、西岸啊等等，都是一模一样，就是以色列要到一个比较扩大的一个领土，并且没有任何的风险跟威胁。那这个剩下的就是伊朗之所以会撤出的理由。今天伊朗如果不借着美国希望能够脱离战场，只要在石油美元上面维持它的霸权，维持它在石油经济上面建立的美国霸权，并且让荷姆斯海峡可管理的这几个战略上面呢，愿意跟伊朗让步的这个势头的话，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机会可以去保护像真主党。所以现在的情况真的就是以色列随时可以让他破局，但是要看美国愿不愿意用更大的力量去告诉以色列，你要不要试着一个和平的终局。这个态势最近大家也在讨论，就是说未来的一个新的中东或者是新伊朗的一个形成啊。那刚才倩姐也提到说，当初美以的战略目标其实是共同的，是一样的，但是呢，以色列没变，美国最后变了。那所以现在我们刚刚讲说14项协议呢，这个美国也承诺，除了14项协议以外呢，跟区域伙伴要共同拟定一笔规模至少3000亿美元的重建与发展基金啊，作为民间投资工具，但不是用作重建或战争赔偿的计划。而川普呢，则是在 G7 的峰会场边呢，他是大力的赞扬说这个美以协议啊，那并且说呢，这只是备忘录啊，要是他不满意的话，可以重新开火哈，把炸弹扔到伊朗的头上啊。如果不喜欢不守规矩的话呢，我们会回头丢炸弹砸他们的脑袋啊。这当然这个川普的话我们听听就好。川普自己以为的这个甜头呢，看似把美伊的停战包装成一笔生意啊，但是当时开打所犯下的战略错误啊，吴老师，我想请教你啊，现在靠着这14项的协议，就能够顺利的、安全的下车吗？那刚刚也点到了，以色列是一个不可控的，或是甚至是最大的一个变数哈。那除了纳坦雅胡本人自己的个人政治生命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您看到的？因为川普讲话大部分都不能信，他刚刚讲的有一句话对，他说这只是一个 memorandum 这不是真正的协议啊。那这个 memorandum 好，就算是协议好了，是谁签的？美国跟伊朗嘛。可刚刚倩姐讲到一个这个反抗之湖是不是？这周边抵抗之湖，这周边还有很多都是对以色列不满意、对美国不满意的。那本来他们力量非常小，
那这种很小的这个，你叫他地方诸侯也好，地方势力也好，要不然你把他打服，那就以色列现在的做法；要不然就是刚刚讲的，伊朗如果有足够的实力、财力，能够安抚他们，让他们大家过好日子也可以。可是这两个条件现在都没有出现，所以两个签约的，其他没有签约的都有意见，利益没有被保护，又不能被打服，又不能被安抚，他们难道会乖乖在那边坐以待毙吗？不会的啦，他们也会出来闹事的。那现在他们闹事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就是无人机啊，这种武器很便宜，我就可以来闹了。那大国就有弱点，这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不对称的战争，就对方要有弱点。所以这些小的势力，既然又有不对称的武力。